人生就像一趟没有回头的旅程，尤其当我们步入晚年，回首往事时，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成了生命的一部分，而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事，往往会化为难以抹灭的遗憾。许多人在年轻时总觉得日子还长，凡事可以等待以后再做，成了一种习惯。然而时间不等人，当你发现镜中的自己满头银发，脚步逐渐缓慢时，才惊觉有些事情再不去做，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许多长者的经历证明，晚年的遗憾往往源于年轻时的忽视。有人赚到了钱财，却失去了健康与亲情，临老才追悔莫及；有人一辈子循规蹈矩，放弃了梦想与冒险的机会，回首时空留遗憾；也有人因忙碌而疏远了挚爱的家人朋友，等想弥补时，却发现物是人非。这些人生故事无不提醒我们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以后想做可能都没机会。试想某天，垂暮之年的你，坐在老藤椅上，翻看泛黄的照片，希望看到的是满满笑容的回忆，而不是悔不当初的泪光。曾有位90高龄的老人说过，他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年轻时不敢去追梦，因为错过比失败更令人遗憾。这句肺腑之言值得你我铭记。人生没有后悔药，宁可一试失败，也别错失机会。光阴一去不复返，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，但庆幸的是，只要此刻还活着，还能行动，就有机会创造新的记忆，弥补过往的缺憾。统计指出，高达90%的长者都后悔自己年轻时没有好好生活。然而，现在的我们依然有时间改写这个故事。接下来要谈的5件事，看似平凡，却能在往后岁月里成为你最温暖的财富。趁你还能走动，趁着身体还算健康，就鼓起勇气去实现它们吧。别让将来的自己带着那时要是做了就好了的叹息入眠。第一件事，去看看世界，趁着双腿还有力气，踏出家门，去看看这广阔的世界吧。旅行对许多人而言，是年轻时埋在心底的梦想。有的人忙于工作和家庭，把想去的地方一拖再拖，等到退休后终于有时间，却发现体力和健康已大不如前。调查显示，没有多出去走走是银发族中最普遍的遗憾之一。曾听过一对老夫妻的故事，两人年轻时辛苦工作，约定退休后要一起环游世界。然而，等真的退休，妻子却因病无法远行，丈夫最后只能推着妻子的轮椅，在家附近看了几处风景。妻子遗憾地说，早知道如此，我宁愿年轻时日子苦一点，也想和你多走远一点。这句话道出了多少长者心中的无奈与不甘。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迟暮财物，有些人提早实现了旅行梦想，到了晚年，谈起年轻时背包环岛、攀登玉山、远赴国外冒险的经历，脸上仍洋溢着荣光与满足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风景看过，路走过，人生才没有白走一遭。旅行不一定要走得很远，花很多钱，重点是愿意踏出舒适圈，去感受新鲜的人生风景。你可以从台湾在地开始，比如去海边看一次壮丽的日出，造访儿时成长的小城镇，或者和老朋友相约搭火车环岛，重温青春岁月的记忆。邻居林伯伯年轻时家境清寒，一辈子没出过国，直到65岁退休后，他第一次参加旅行团飞往日本。站在富士山下的林伯伯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感叹世界之大，自己却错过了那么多年。所幸他及时弥补了遗憾，之后每年都和老伴安排小旅行，虽然不奢华，但回忆满满。当然，计划旅行时也要量力而为，注意安全。10根手指有长短，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周游列国的壮举，只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健康状况，规划力所能及的行程即可。如果腿脚不方便，就近走走公园、山林也很好。预算有限，就利用长者优惠或参加在地社区的郊游活动。一趟旅程不在乎目的地多远，而在于沿途的所见所感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再让下一次吧，等有空再说，成为圆梦的绊脚石。多年后回想起来，那些曾经亲眼见过的山山水水，亲身体验的人情风土，都将成为滋养晚年心灵的养分，而不是遗憾的空白。记住，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场旅行，既然旅程尚未结束，
就勇敢去探索更多的风景吧。第二件事，培养兴趣，实现梦想。年轻时为了生活打拼，许多人把自己的兴趣和梦想暂时搁在一旁，等到子女长大，自己退休在家，正是找回自我的好时机。此时此刻的你，或许不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，终于可以静下心问问自己，有哪些事是我一直很想做，却从没真正开始的。无论是学画画、弹钢琴、写回忆录，还是种花养草、学一门外语，都不要觉得太晚，只要今天开始，就永远不嫌迟。正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保持好奇与进取心，你会发现年岁只是数字，心态年轻就能活得年轻。我想问问正在观看的你，心中是否也藏着年轻时未尽的梦想？也许你曾想当画家，却因生计放下画笔，或者想当作家，却忙于工作而没有动笔。一晃数十年过去，这些梦想并没有消失，而是静静躲在你心里某个角落，等待重见天日的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请鼓起勇气去追寻那些让你热血沸腾的事吧。别担心年纪大学不会，也别怕别人笑你，人老了瞎折腾，实现梦想没有期限，只要你开始行动，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勇敢。许多长辈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。一位60多岁的李奶奶，年轻时热爱歌唱，但因家庭责任从未上台表演，直到银发之年，她终于加入了社区常青合唱团。起初，李奶奶担心自己年纪太大，跟不上节奏，但经过勤奋练习，她终于在70岁时登上了社区舞台。当聚光灯照耀着满头银丝的她放声歌唱，一曲终了，台下的儿女热泪盈眶，为妈妈感到无比骄傲。那一刻，李奶奶圆了年轻时的梦，也找回了遗失多年的自信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梦想不分年龄，只要有心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启程。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知名的民间艺术家摩西奶奶，她在70多岁时才开始拿起画笔学画画，没想到一画不可收拾，创作出许多充满童趣与美感的作品，甚至在80、90岁高龄时享誉画坛。当然，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艺术大师，但平凡人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小小的圆梦时刻。有人退休后报名老年大学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学位；有人开始书写自己的一生，编成回忆录留给子孙；也有人学会使用电脑和智慧型手机，跟上时代的脚步，与晚辈无代沟的交流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尝试，都让晚年的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。培养一项新兴趣，不仅丰富了生活，还能带来年轻时无法体会的成就感和喜悦。当你的生命中有了热爱投入的事，每一天都变得充实而有期待。你会发现，晚年的幸福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终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这种满足。人生最后，如果能对自己说，还好我没有错过这些机会，那将是多么大的安慰啊！第三件事，珍惜伴侣，共创回忆。陪伴我们度过大半人生的枕边人，是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。人到晚年，儿女往往各自成家，最后能相依相伴的只有彼此的另一半，所以更要珍惜与另一半共处的时光。试想，若有一天他不在了，你会不会遗憾当初没对他更好？许多人老来最深的后悔，莫过于曾经忽略了身边那位默默支持自己的伴侣。邻居张爷爷在丧偶后常说，早知道太太走得这么突然，我一定会每天抱抱她，跟她说我有多感激她。他回忆，年轻时只顾工作，太太默默撑起整个家庭，他却很少表达谢意。两人原本计划在70岁结婚纪念时，一起去看年轻时没看成的那场演唱会，但太太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。如今，张爷爷坐在空荡荡的家中，看着墙上一张年轻时的合照，满是追悔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他多想牵着老伴的手，再看一次夕阳，亲口告诉他，谢谢你，一路有你，别让爱你的人成为你生命中的遗憾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对待眼前这位陪你走过风雨岁月的人，每天给对方一个微笑，一句贴心的问候，闲暇时一起散步聊天，重温年轻时的趣事，偶尔也制造一点小浪漫，例如看场电影，送一束鲜花，或共进烛光晚餐。别害羞，觉得肉麻。我还听过一对结离半世纪的老夫妇，他们约定每天睡前都对彼此说一句我爱你。
有人笑问他们不显利吗？爷爷豁达地说，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有爱当然要及时说出口，平凡的话语道出了深沉的真情，令人动容。夫妻相处难免有磕磕绊绊，但请记住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别因一时争执就冷战不语，更不要斤斤计较琐碎小事，忘了彼此相守多年的初心。相反地，多看看对方的优点，多感谢对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。岁月在流逝，只要心中有爱和感恩，每一天都值得珍惜。将来回忆起这段晚霞般的人生旅程时，你们共同创造的点点滴滴都将化作嘴角上扬的微笑，而非深深叹息。我也看过一对年逾80的老夫妻，依然每日牵手散步，在巷弄间，感情甜蜜得让年轻人都羡慕。奶奶笑着说，他们年轻时也曾争执不休，但随着岁月流转，两人愈发懂得珍惜对方，互相包容，才能相守到白头偕老。可见只要用心经营，爱情在晚年依旧可以温暖如初。此外，别忘了关心彼此的健康，定期陪伴对方做健康检查，散步运动，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能表现长久的爱。若不幸你的另一半已经不在身边，也请相信他的爱一直与你同在，带着这份爱继续好好生活，便是对逝去伴侣最好的告慰。第4件事，亲情友情要及时去维系。除了伴侣之外，家人和朋友也是人生中无可替代的保障。忙碌半生后，我们终于有时间和亲友好好相处。然而现实是，孩子们长大后各有各的忙碌，老朋友们也渐渐失去联络。人一上了年纪，更要主动去维系这些宝贵的情感联系，不要等到想联络却找不到对方时才追悔莫及。朋友之间尤其如此。有人说，朋友就像天上的星星，你不一定每时每刻都看见他们，但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。然而，如果不主动去点亮联系的灯火，再亮的友情之星也有暗淡的一天。听过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，几位老同学毕业后各奔东西，约定多年后要再聚首。可每次提起同学会，大家总因工作、家庭种种原因推迟，聚会一拖再拖，直到某天，他们突然收到一位老同学的讣文，这才惊觉，那场阔别多年的重逢再也无法实现了。多年未见的好友们，最终只能在告别式上重聚，这成了所有人心中永远的痛。幸运的是，也有久别重逢的温馨故事。一对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兄弟，在战后失去联络近40年。70多岁时，其中一人辗转得知了战友的下落，于是不远千里登门拜访。两位久别的老兄弟再次相拥而泣，感慨时间偷走了他们太多共同岁月。他们决定此后每年都见上一面，再也不让彼此从自己的生命中错过。类似的友情佳话还有很多，只要我们愿意主动伸出联络的手，老朋友之间依然可以续写新的篇章。亲情方面，中华文化里有句古训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千万别让它成为你的写照。如果父母健在，尽量常回家看看，陪他们聊聊天，吃顿饭，哪怕只是教他们使用手机，听他们说说过往的故事，都会让长辈们心里乐开花。如果你和兄弟姐妹之间曾有误会隔阂，请主动放下面子去和解吧。血脉相连的手足情远比一时的争执更重要。我认识一对年迈的姐妹，年轻时因为争家产闹翻，各自20多年不相往来。前阵子姐姐生了一场重病，妹妹终于鼓起勇气前去探视。姐妹俩见面后抱头痛哭，原来彼此早已后悔多年，却拉不下脸先开口。所幸他们最终冰释前嫌，没有让遗憾带进坟墓。这样的场景发人深省，有些话现在说出来可能会伤自尊，但不说出口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说了。至于你的子女，虽然他们已长大成人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但心中始终渴望着父母的关爱与认同。不妨主动打一通电话，关心他们的近况，或者邀请全家周末一起吃个饭，出游散心。与孩子相处时，多一分理解和倾听，少一分唠叨和指责，让天伦之乐回归欢笑与轻松。一些长辈发现，当自己从威严的长者变成温暖的支持者后，反而和子女更亲近了。
如果你有可爱的孙儿孙女，不妨多花时间参与他们的成长，陪他们玩耍，带他们郊游，讲故事给他们听。对孩子们而言，祖父母的陪伴是无可取代的爱，而对我们长辈而言，孩子们的天真烂漫能让我们重拾年轻的心境，三代同堂的欢笑时光将会是家族共同拥有的宝贵回忆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真正陪伴你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那些爱你和你爱着的人。用心经营这些关系，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，说出平时羞于启齿的我爱你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别总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表达，因为对许多人而言，某些将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。如果我们能及时把爱说出口，紧紧抱住该珍惜的人，那么当告别的那天来临时，我们心中至少没有遗憾，只有满满的感恩与回味。第5件事，看开得失，学会放下。走到人生的后半程，我们应当学会断舍离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与包袱，以轻松自在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日出。年轻时，我们总爱争强好胜，计较得失，但到了晚年才发现，许多过去执着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首先是对物质的执着，经过一辈子的努力打拼，你也许积攒了不少钱财和物品，但试想，我们离开人世时，任何金钱和财物都带不走。与其紧紧守着满屋子老东西，不如趁现在体力尚可，整理生活环境，把多年不用的杂物该清理的清理，该送人的送人。一来居住空间会变得更安全清爽，二来也是避免日后子女替你整理遗物的辛劳。日本有句谚语形容那些临终前还舍不得丢弃杂物的人，最后是让垃圾来送你离开。听起来虽然刺耳，却发人深省。与其终有一天让无用的杂物堆满房间，不如现在就学习断舍离，留下真正珍贵需要的，其他的适时放手吧。正所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看开了物质的生灭，你会发现心灵反而更加充实。还有一种执着是对钱的过度担忧，适度存钱以备晚年固然重要，但若因为害怕成为下流老人而舍不得享受生活，那晚年就失去了本该有的色彩。一位现年79岁的美国老太太，年轻时极度节俭，不旅游，不聚餐，很少休假，只知道省吃俭用，拼命存钱，生怕老了没保障。如今她银行存款多到花不完，却因年老体弱已无法出远门，朋友也因多年不往来而渐行渐远。她含泪感叹，我太专注于存钱，以至于忘记了真正的生活。这句沉痛的告白值得我们每个人警惕。金钱是保障生活的手段，但不是生活的全部。该花的时候要舍得花，用金钱为自己和家人创造美好的回忆，比死守存款数字更加值得。别到最后变成穷得只剩下钱，却错过了人生中种种美好。再来是对过往恩怨和种种遗憾的执着。也许年轻时有人伤害过你，你因此耿耿于怀了几十年，或者曾有未完成的心愿，一想起来就隐隐作痛。然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更应该明白宽恕与放下的重要。原谅别人其实也是在解脱自己，别让仇恨在心中结成坚硬的石头，它只会压得你喘不过气。也别为那些无法重来的选择懊悔不已，是时候学会与自己和解。过去的种种无法改变，但未来仍掌握在我们手中。如果还有机会弥补，那就鼓起勇气去弥补。若已无法改变，也请试着放下心中的重担。当心灵减负，你会感觉天空更加湛蓝，阳光更加温暖。有一位老先生年轻时和最要好的朋友翻脸，两人一辈子不相往来，直到老先生70多岁那年，他终于鼓起勇气联系对方道歉。两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冰释前嫌，紧紧握手言和。老先生坦言，那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，因为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放下了。由此可见，原谅别人也解放自己，任何时候觉悟都不算晚。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放下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。人终有一死，这是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。与其终日忧心忡忡，不如以坦然豁达的心态去面对，把每一天都当成老天额外赐予的恩典，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。或许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短，
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。当我们想开一些，看淡生死，反而会更珍惜眼前的人事物，更积极的去完成前面提到的那些一定要做的事。学会放下，你的内心将变得平和而强大，再大的风雨也能处之泰然。这份淡然与从容，正是岁月赠予老年最珍贵的礼物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，特别是在暮年之际，更要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无憾的篇章。今天分享的这5件事，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：别让自己老了以后才后悔年轻时没好好生活。现在你还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也有行动的能力，那就从此刻开始努力，让自己的未来少一点遗憾，多一点精彩吧。请记住，无论你此刻是60岁、70岁，还是更长的年岁，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，你的生命就依然充满着希望和可能。有人说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过去的遗憾无法改变，但此刻你仍可以把握机会，让未来减少后悔。不妨拿出纸笔，写下一份属于你的人生清单，列出那些还没完成但想完成的心愿，然后鼓起勇气，一样样去实现。也许你可以现在就拿起电话，打给那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聊聊彼此的近况，亦或开始着手规划一趟向往已久的旅行，哪怕只是在地图上圈出第一个目的地，又或者今天就抽空紧紧拥抱自己的老伴，告诉他有你真好。一个小小的行动，就是为幸福晚年迈出的第一步。当有一天我们坐在夕阳下，翻阅记忆的相簿，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，这一生我没有辜负自己，也没有错过生命中重要的风景，那将是莫大的幸福与安慰。趁你还能走动，就勇敢去做吧。俗话说，最美不过夕阳红。只要我们懂得珍惜与行动，人生的黄昏依然可以灿烂辉煌。愿我们都能把握当下，活出无怨无悔的人生。每一位正在观看的朋友，都值得在晚年拥有满满的温暖与幸福。祝福你在人生的秋天里依然活得灿烂多彩，笑对岁月，无怨无悔。